此事事关公为，无关人等都退下吧。是。朕记得那晚，顾太医，官家万福。你带出宫的人是谁？臣只记得是浣衣局的一个宫婢。微臣出于谨慎，特意去问了浣衣局，那日并没有宫婢染疫，只有一名宫婢因萧可症而被恩放出宫。你带出宫的人究竟是谁？微臣记不起名字了。你阿姐说过，你记忆极佳，从小看过的医书便过目不忘。凤卿，你知道那晚他送出宫的人是谁吗？朕记起来了，不说实话便是欺君。官家，顾大人那日送出宫的是我，但事出有因，是我给他下药，强行带他出宫。我不想让他和阿姐一样，在这深宫里落得个惨死火海的下场。那场大火是意外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在灵堂动了手脚。什么？我们二人一直在查灵堂大火的真相，先皇后的死并不是意外。一直调查大火，你们二人一起。你们的秘密还真多呀！为何不告诉朕？与娘娘无关，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逞英雄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觉得我保护不了他？你不顾他的情愿，私自将他带出宫，就能护他周全？顾大人是情有可原，还请官家宽恕他。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国无法不立。顾玄私绑妃嫔出宫，将他打入天牢，以待发落。来人！都退下！子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青儿。阿玄只是护姐心切，求官家宽恕他这一次。朕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都不愿意坦诚。如今为了救顾玄，你愿意承认了？替顾玄求情之人与他同罪，你还要说吗？我永远是他阿姐，我永远护着他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姐弟情深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即日起，凤贵嫔禁足永福宫。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着。官家大怒，顾玄被下了大狱。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。那凤卿如何？我离开前，听他叫了官家的表字，他拉着官家的手哀求着说：“他是青儿。”
叫官家婊子，青儿？难道她真是顾青？你说什么？凤青真是先皇后？怎么可能？怪不得她一个奴婢会有如此造化。顾青真是借凤青之身还魂了，她竟然阴魂不散，又活回来了。她能活着回来，我就能让她再死一次。我们已经害过他一次了，若再下毒手，罪孽更重。就算不为我俩祈福，也要想想我们的。文远，来，坐下说。将来所有的责罚，我都愿意一个人承受，但凤青这个祸患不能不除，否则，给他人留后路，就是给自己掘坟墓。你我相识多年，若非我入口，早该与你举案齐眉。这后宫人心似鬼，唯有你，是我能托付性命之人。如今只需除去凤青，一切便大功告成。风险太大，我看凤青在官家心里非同一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不除。若他将大火真相捅破，我们就是死罪。大不了我一个人将所有罪责都揽下来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若凤青当了皇后，我便岌岌可危。到时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们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先下手为强。可是，无需多言了。顾玄下了大狱，凤青那边的日常看诊你安排一下，趁机找个稳妥的方式给他下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令其丧命。好。顾青，你就算借凤青重生，也必须死。本宫才是命定的皇后。娘娘近来心有郁结，夜夜梦魇引起高烧不退。微臣这药疏于退烧，还需要再多服几日。嗯。且慢，药还烫，不宜入口，不如再给娘娘多拿床棉被，有利于发汗退热。是。官家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官家，凤妹妹已昏迷多时，太医也来看过了，还是不行。把所有太医都叫过来，快点！是。气息越来越弱了。父亲，
可是在院镇那日将顾轩打入天牢，朕并非是在针对你，那日是朕气急了。你，官家，没想到凤妹妹病得如此严重，我这就回去焚香祈福，祈天道庇佑。恭喜你得偿所愿，此后无人再与你争凤位了。只是我这几日实在是惶惶不安。你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我能设局让顾青葬身火海，也能让凤青神不知鬼不觉的丧命。我步步为营，承蒙凤位，为的就是我们的孩儿能成为太子。我今天太高兴了，文远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可惜你看不到未来的荣景，凤青之死，总要有人担下来。你在这酒里下了砒霜了，怕是忘了我对气味极其敏感。官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冷氏，你已经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你心里可还有半点天理王法？官家，此乃灵堂老匠人遗书，他受冷贵妃指使，在宫中附近的地面上涂蜡，并掺了火油。事后冷贵妃又命人在宫外将灵堂几十名工匠尽数灭口。不是已经毁了，怎会还在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，简直丧尽天良！这证词是伪造的，况且这只是他一面之词，怎可凭此就定我的罪？你以为可以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殊不知，你才是股掌中的猎物。这盘棋是我们与你的一场豪赌，也是生死博弈。你觉得我们手里没有扳倒你的实证，那我们便请君入瓮。这第一步棋，索性就由我卖你个破绽，以你先下手为强。证词正是为引蛇出洞，像你这样惯会蛰伏的毒蛇，在冷宫都可一藏数月。最怕的是你不动，只要你动，就会进入我们布下的连环局。这第二步就由我诱敌深入，我和阿锦携手给你唱一出双簧。冷姐姐，帮我取一下盒中的药囊，可助我顺其安神。你觉得拿到这手帕就拿到了制胜的刀，殊不知，这刀是我故意递到你手上的，就是要看着你亲手拿起的刀，最终捅向你自己。如果手帕有诈，那我布下的棋是一乡之局。我们早知是你栽赃陷害之局，你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
是一份